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武。你们看到我身後的這2個字了嗎？活着。今天我們在無意間闖進了這座城市的這個隱秘角落，它就是位於貴州省黔西南州興義市城邊上的一處瓷磚廠。為什麼今天我們會來到這裡呢？是因為這裡記載了太多上世紀90年代的歷史和記憶。今天呢，就跟隨小武的鏡頭，我們一起進去看一看，它到底有什麼不同之處。我們走進這個廠區的第一感覺呢，就是，它有一種比較有歷史感的這種工廠，但是呢，它實際上它的前身呢是之前本地的一個瓷磚廠，但是可以看得到現在呢已經荒廢掉了。我們可以進去看一下，門口呢有種植這種綠植啊。到这個裡面呢，它的左右兩邊呢應該是之前的烘廠，就是對瓷磚進行加工烘乾的地方。它這個地上呢還殘留了大量的這種陶瓷製品啊，質量還是很不錯的。我們給它放到這裡。這個裡面呢肯定有很多年輕人來過，你看牆上噴滿了大量的塗鴉和這文字。特別是這間房子的這個屋頂啊，全部是採取用這種胡桃木制作的。雖然過去了幾十年了，但是它的質量呢依然是很好的，沒有出現任何的坍塌和損壞。地上呢，它有2個這種類似於這種石頭制作的這種碾磨一樣的東西啊，具體不知道是幹什麼用的，如果有知道的話可以告訴我們。我們走到這邊呢，可以看得到，它應該是之前堆放雜物的地方。它還有大量的這種桌椅板凳，都可以放到這個地方。對面的牆上呢，更是塗滿了5顏6色的這種塗鴉。這邊呢，應該是當時廠裡面生產的這種瓷磚，但是呢，現在已經沒有用了，全部堆放到這裡。這有一句塗鴉非常有意思啊，它上面寫了一句“改成我們去約會嗎？”一看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人噴上去的。這裡還有一個這種很大的一個實木凳子，我看我能不能抬得動。放在這裡還是比較可惜的。它整個廠區呢，由於這個已經被遺棄了，沒有人打理呢，顯得非常的蕭條，跟這種衰敗的氣象呢很明顯。外面的紅磚和這個白牆呢，它映透了藍天，給人一種淒涼之感。這個呢，不知道是誰的手鼓啊，不然的話，我可以給大家表演一下我的才藝。這裡呢有一個這種巨大的這種石缸啊，很大的一個，不知道以前裡面是種植什麼的。到了这個位置呢，就是厂的
另外一個核心區，它主要是由2邊的廠房共同構成的。在我們最前方呢，它應該是工廠的主樓。這個裡面呢，它也是噴了大量的人名，還有這種塗鴉。這裡呢，它有这種遺留下來的這種瓷磚，這種老式瓷磚。我看一下質量怎麼樣。它雖然經歷過幾十年啊，但是質量依舊很好，拿在手裡面質感啊，還有這個表面都非常的光滑。我们给它放回原位。這邊是另外的一個廠房。一進門呢，它就有2個非常醒目的壁畫在那裡，是一只犀牛和一只老虎。這個裡面呢，应该是之前整個廠區的庫房了，它堆的都是這些瓷磚呀，這種存貨。它這個頂呢，全部都是木質結構的，但是上面呢沒有地板磚，不知道是能不能從哪個位置上去，待會我們找一下路子。在這裡呢，它全部是這種人工劈的這種柴火，可能也是目前呢它這個燃料不足啊，拿来应急用的。我們來細細的看一下這2幅壁畫，非常的有意思。它畫的呢是牆上呢是左邊是一只犀牛，右邊呢是一只老虎，而且呢它是破牆而出的啊，這很有創意的。现在呢，我們去外面那邊看一下。這個位置呢，可能也就是緊連着的庫房和倉庫。它裡面也是大量的這種廢棄的房梁，跟這種方塊，很多這種木頭都很老，都已經全部腐化掉了。這個機器應該是一個跳跳機吧，就是在地上當當當當跳的那種。這邊呢，全部都是綠植所種植用的那種盆啊，還有花博啊，很多東西。不知道是什麼人呢遺棄在這裡的，非常的多啊，數量。它這個房間裡面堆砌的也是，可能不同種類的這種瓷磚啊，可以看得出來，它這個瓷磚呢，應該是房檐上的飛檐的一個部分。這證明呢，當時這個工廠呢，它的這個體制化呢還是不錯的，是分區進行存放，但是呢，已經非常的蕭條了。我們踩在這個瓷磚上面呢，砰砰作響。以前的後面這個位置呢，應該是一個院子，但是目前呢，已經全部荒廢掉了，雜草叢生，然後殘垣斷壁。
這裡呢是存放工厂的一些運輸工具啊，利用這種推車呀，還有這種吊車呀，還有這種很老式的这种農用的这种拖拉機。這邊也是一個庫房啊，可以看得到，滿地的這種建築的廢渣和被遺棄的這種商品很多。然後我們可以看得到啊，它這裡也生產了大量這種綠植使用的這種容器啊，很多啊。哦，這個是幹什麼用的？不知道。這個白頂的，這個是幹什麼用的？看起來像燈罩，有點像一個燈罩，但是感覺又像一個膠囊一樣的，不知道是幹什麼用的。往裡面這邊呢，它的做工就比較精美了，地上這個瓷器。哦，看得到這個是一個龍頭，這麼大個龍頭，很有分量。哇，它地上这个是什麼呢？這個也是龍頭啊，可以看得到，但是它是這種比較小塊的這種裝飾性的東西。它這個樓頂呢，在這個風力的作用之下呢，嘎嘎作響啊，感覺是隨時可以塌掉的。它這裡呢是这種大綠植所使用的這種容器啊，你看，做工非常的精美，有刻字哈，上面有。刻得非常的乾淨有力，我們趕緊撤出這個房間，感覺不是很安全。这個輪胎不知道是什麼上面這麼大一個。將近得有好幾百斤，是像拖拉機上面的那麼像。對。我們正對面這個房間呢，它的防護啊還是比較到位的，全部是這種鋼筋焊制的這種防盜網。你看一下。這種做工的像蜘蛛網一樣的，非常結實，你就用上幾十年，它也是很牢固。那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到，它門雖然被鎖掉了，但是裡面呢，就存放了一些日常的家具啊什麼的，應該是一個總的配電室。這邊呢就更加的荒涼了，這種老式的家具，桌椅，滿倉庫堆的都是，還有這種老式的床，但是目前呢已經看不出來了，應該是被拆散掉了，拼裝起來的話是床。它這邊的牆上呢也全部都是這種。筆法比較剛勁有力的這種塗鴉，這個不知道是幹什麼用的，對吧？最大一個有小格子，然後裡面是放了很多的這種木屑，感覺有點像養老鼠的那種櫃子。這個木頂呢，
房屋的这個木頂啊，很有年代感啊，全部都是这種白色的木板啊，拼接之後進行裝飾的。它整個房頂呢是利用這種角鐵焊接的。我們在這個裡面行走呢，要注意安全。地上呢有鐵釘什麼的。這面的塗鴉比較有意思啊，就是說畢業嘍，一個很放鬆、很俏皮的一個塗鴉。而且又不知道誰用油漆按了這麼多手印。我們從這裡下去看一下。对，這個地方呢，應該是燒制瓷磚的模具啊，可以看得到，它這個模具非常的大，我看一下，而且很重，拿不動，很重，應該都是石膏的。那这些门窗都已經不知道被誰給拆走了，太沒有功德了。這裡有一個房間比較有特色，就是裡面東西呢都很新，然後是放了很多這種容器。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通過鏡頭看得到裡面。这裡呢有幾句話講得比較好，就請君入瓮，入海翻騰。我們進去看一下。喲呵，它這個裡面呢也是堆砌了這種大量的陶瓷的裝飾品啊，這有兩隻這種小馬驹兒，小麒麟，不是馬驹兒，麒麟。這個樓頂啊，你看。這些木材跟這種做工、這種樣式呢，非常的老，應該是年代比較久遠之後石化了，已經是碳化了。這個地上呢有大量的這種鵝卵石啊，這不知道是不是鵝卵石？我看，像土豆一樣很多。剛進來我以為是土豆。這邊呢，你看這麼多的這種可以進行售賣的這種瓷磚呢，就隨意的堆砌在這裡。浪費了很多資源。這邊也是像小山一樣。它整個屋子裡面呢，很蕭條。這裡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一棵榕樹呢。它直接長到這個牆上，你看，它的樹根隨着這個牆上直接長上去，然後與鋼筋混凝土呢已經融為一體了，可以達得到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難以分離的那種狀態。這邊呢，更為的直觀。數量呢更多，這樣的廢棄的瓷磚製品，也是一個這種長17.6米、高15米左右的一個大型倉庫。這個地方呢，不知誰寫了一個“莫欺少年窮”，其實還可以再加一句。莫欺中年窮，莫欺老年窮，以及死者為大。我往裡面走看一下，這個地上呢，不知道是誰放了6個這種，砂鍋。真的是非常的荒涼啊。這邊的進門呢，之後就是2個大坑，
应該是攪拌那個物料用的這種大坑呀，味道比較難聞。这個後面呢，之前呢應該是廠區的公共空間嘛，現在呢已經長滿了這種大量的飛機草，人呢已經是很難的踏足了，而且堆積了大量的這種廢棄的瓷磚。這裡呢有一個煙囪啊，那這個煙囪全部是紅磚制造的，高幾十米，顏色非常的鮮豔。它雖然在那個年代呢，它的做工非常的精良啊，但是也是架不住沒有人打理之後呢，顯得十分的破舊。這邊呢堆積了大量的這種廢棄的建築廢渣。這個煙囪呢，這邊還有一個，剛好是一對，也是高聳入雲啊。在當時那個年代，用紅磚堆砌這麼高的一個煙囪呢，還是非常考量這個建築工人的技術跟膽量的。同時呢，它也從側面反映了這個工廠呢規模還是比較宏大的。這邊呢是，應該是從工厂裡面搬出來的這種綠植的花盆啊，這種陶瓷制品特別的多。它甚至是用了1層樓的面積來堆放。这個地上呢有大家遺棄的這種多肉這種綠植啊。可能是當時後面工人走掉之後遺留下來的，所以呢全部廢棄在這裡。這個位置呢有很多這種彩色的這種綠植盆呢，你看這個很緊，拿不下來，非常的好看，可以看得到，仔細的看一下。還有這種半圓的，有花邊的，還有這種類似於瓶子一樣的這種。看，進行了大量的塗鴉，還是非常的不錯啊。我們到這個位置呢，廠區呢基本上我們也就參觀完了，其他地方我們沒有走到的呢，我們全部用鏡頭呢給大家進行一一的展示。
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